2022年，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称，他在一个叫做秘密花园的网站上发现了大量的年轻女性色情视频，随即他向公安机关报警。此事一经爆出，立即引发了大量的网友关注，因为每一个视频背后都意味着有一个年轻女性正在遭受性剥削，而视频的每一次播放都意味着隐秘的角落里藏着一个对年轻女性虎视眈眈的恶魔，一旦激起千层浪。紧接着，有一位博主在微博上爆料，在色情网站之外还有更恶劣的事情发生。据他调查，在外网有一个叫做小白菜的群聊，成员多达5万人，在里面每天都有人在讨论如何诱捕一个年轻女性。是的，在他们的嘴里，小白菜不是一种蔬菜，而是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单纯未经世事的年轻女性。他们在群里公开交换女孩的隐私图片，出手图册，甚至分享钓鱼秘籍，如何养一个年轻女性，诱捕她，奴役她。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要知道，这个事件的恶劣程度不言而喻，因为这不是什么恋爱，什么性自由，而是一场有5万名成年人参与的针对未成年女孩的性犯罪。越惨的年轻女性越好骗，小白菜群聊内容简直不堪入目。在这里，所有被诱捕的16岁以下女孩统一被称为小白菜，成年男性则假装成20岁的哥哥的样子，在一些年轻女性经常出现的 App 里猎艳。寻找到年龄小、单纯好骗的小白菜就定位目标，装作很喜欢对方的样子，扬言要处对象。假装恋爱只是罪恶的开始，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利用未成年人不成熟的心智，处处设置骗局陷阱。先是假装深情款款表白，做一些情侣专属的事情，比如和他们换情侣头像、打语音，让女孩们感觉到有人在关爱她们。然后紧接着采用金钱做诱饵，给他们买点100块的小礼物，引他们上钩。而一旦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些人就会逐渐露出獠牙，越聊越赤裸，直到图穷匕现，要求他们发裸照、裸聊、磕炮。还有人延伸到线下，引诱小白菜走出网络，和他们发生性关系。这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而严密的调教过程，而在这个交流群里，新手的每一步都可以获得前辈引导。最悲哀的是，这群人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原生家庭越惨的女孩越好骗。他们非常清楚女孩从前的遭遇，有的小女孩常年生活在家暴的环境中，爸爸半夜拿着菜刀进行家暴，她感觉不到任何关爱，用自己的压岁钱离家出走，每天郁郁寡欢。有的小女孩12岁时候父亲去世，奶奶说她是外人，不给她饭吃，大年30被赶出家门，无路可去。而女孩的悲惨遭遇成了被恶魔利用的致命弱点。这些可怜的女孩原本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关爱，而她们不知道的是，那个在虚拟世界中假意给她们安慰的人，实则早就打算好把她们吃干抹净。他们以为屏幕那端是能让他们逃离现实，真心爱护自己的哥哥，以为对方能给他们缺失的爱。他们相信了对方的花言巧语，投入了感情，傻乎乎在诱骗下拍了照片。他们或许以为交付真心就有回报，或许以为听话会让对方更爱自己，却没想到在屏幕的另一端，这群恶魔在思考如何攫取的更多，研究如何逃脱惩罚，交流分享彼此的猎物，甚至他们把女孩的不幸当筹码，总结诱骗更多不幸者上钩。不缺爱的很难骗，一个正常的女孩子会让咱们看吗？原生家庭伤害了他们第一次，而这群人踩着女孩的伤疤再伤害第2次。他们互相交流拱白菜的经验，分享从网恋到要裸照应该说什么，如何套话才能一点让女孩失去警惕性，怎样约他们出来，如何一步一步突破底线，甚至还会相互提醒，如果被女孩家长发现，他们应该怎么逃避风险。每个人各怀鬼胎，
但共同的目标依然是榨干女孩的一切价值。有人约到女孩开房，让她们成为自己的性工具；有人诱骗女孩拍照，让她们成为福利机；还有人将得手的私密照片做成了黑色产业链，将聊好的白菜打包，用3000至5000的价格转手给下一个人。在他们眼里，女孩不是女孩，是可以随意分享、出售、转让的性资源。甚至还有人打算把女孩当成童养媳，先让她住你家，好好养大，18岁放她去帮你赚钱。好一个帮你赚钱！在这群人眼里，到底希望女孩怎么替他们赚钱？根本不敢细想。未成年人一步步被围猎。这次的小白菜事件简直是几年前小花仙事件的升级版。小花仙原本是一个换装游戏，因为画风粉嫩梦幻，吸引了大量的未成年小女孩。游戏里购买一套好看时髦的服装往往需要几十块人民币，没钱的小女孩只能垂涎别人漂亮的装扮，望而却步。于是有人抓住了年轻女性的这种心理，在游戏社区发布消息，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称和她视频就送米卡。而有小女孩加上他后，这些人就开始用任意方式诱惑女孩拍摄不雅视频。开视频送米卡，视频是要脱掉衣物的，爸爸妈妈在，就找个他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以米卡为诱饵，抓住女孩对美好的一点点渴求，利用孩子们不成熟的心智，连哄带骗，一步步剥掉年轻女性的衣服。他们在最粉嫩童趣的游戏里干着最龌龊的勾当，甚至搜索有些人的联系方式，他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15分钟多少钱，1个月多少钱，永久多少钱，将纯真的孩子变成自己的玩物。甚至不止小花仙，每一个未成年占主流的游戏平台都会被恶魔盯上。他们在留言板上留下找哥哥的字样，诱惑孩子们说出露骨的话，下一步就是要求他们拍身体部位裸聊。从小花仙到小白菜这一套针对未成年的围猎发展到极致，就是令全世界震惊的性剥削事件——韩国 N 号房。还记得2年前韩国号房事件曝光，26万韩国男性聚集在几个虚拟房间中，围观受害者们按照房间运营者的指令做出各样的行为：裸露身体，在身体上刻字，舔男厕所的地板，脖子拴狗绳挂在门把手上。受害者至少包含了76位女性，其中有16人未成年，最小的女孩仅仅11岁，还在读小学。她们大多经济状况不佳，或者很需要被爱、被关注，被网上发布的高薪模特招聘信息吸引，前来应聘。高薪诱惑，再加上 Telegram 可以设置月后积分，看起来很安全。年轻女性在招聘者的要求下，上传了自己的露脸半裸照片以及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她们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踏入了陷阱之中。她们的对话、照片、视频都被实时录制，并在另一个房间中直播。Telegram 的几个秘密房间里，几千个狂欢的共犯正像一张渔网，将他们一点点收入囊中。直播裸照还只是第一步。很快，女孩们收到了一条短信：你的裸照被泄露并举报了，请进入以下网址确认。点开链接，是 N 号房运营者一早准备好的黑客程序，能迅速复制女孩们的手机通讯录与相簿。拙劣的手段却成功地筛选出了最适合他们的受害人。招聘者的指令越来越过分，但想要退出的女孩却受到了威胁：想要我把裸照发给你的家人、学校、单位吗？如果不想，那就按照我的指令去做。他们利用受害人害怕隐私被曝光而不敢声张的心理，也利用了天然对女性不友好的韩国社交舆论场，用道德污点绑架挟持被诱骗的可怜姑娘们，将她们一步步变成自己的奴隶。女孩们的人生从此成了26万网友的 A 片，成为了他们发泄隐秘兽欲的工具。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26万网友并不是无意的围观者。想要进入 N 号房，
需要上交投名状，上传自己收藏的淫秽图片、视频、参与性骚扰对话的相关资料，就可以留在高墙房内。这是进入 N 号房的第一道关卡。如果有亲自拍摄的非法作品，亲手上传了自己的犯罪证据，那就能直接进入 N 号房。据保守估计，在最初运营的4个高墙房内，流传着超过7000份淫秽图片、视频、对话。后来 N 号房的运营模式又改为了付费，进入房间的价格从1000元到8500元人民币不等，交易只能通过加密的比特币实现。聚集在 N 号房的26万人，他们几乎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犯罪同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女孩们的姓名、年龄、住址、学校、父母的手机号都被公布在群里，供人围观。甚至有人相约去住址打卡，拍下照片告诉女孩，别想逃，你已经被锁定了。被捕获的女孩逃无可逃，只能沦为他们手里的奴隶。成年人的恶会得到惩罚吗？2020年 N 号房的运营者被警方逮捕，可最终被立案侦查的仅有1名主犯和13名共犯。而我们查询到的资料，最终被报道判刑的仅有 N 号房的创始人 God 和2任房间运营者 Watchman 和博士，而剩下的26万人则永远隐藏在茫茫的人群中。这正是 N 号房间事件最可怕的地方。这些人渣并不是远在天边，腐烂在地狱。相反，互联网的地下世界把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头像昵称都是虚拟，交易使用加密数字货币来去无痕。他们中罪大恶极的人在过着正常生活，打扮得人模狗样，成绩优秀，拿着奖学金，在校刊当编辑，甚至还会去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在一阵哄闹之后拂袖而去，他们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消散在人群里。中国版的 N 号房也面临着跟韩国 N 号房一样的困境。参与到群聊中的5万人，他们躲藏在 Telegram 虚拟号码、虚拟头像的背后，恶意张牙舞爪，却令人难以寻迹。如果找不到人，法律对他们也无可奈何。那道德上呢？对这群恶魔有任何约束吗？韩国 N 号房事件后，还有参与者觉得自己很冤，委屈得睡不着觉。我花钱买视频，愿打愿挨，为什么有罪？最大的受害者明明是我们这26万参与者。从这次曝光的聊天记录看，也有人虚伪的反思。我感觉对不起女友，也对不起小白菜，让小白菜整得良心过不去了。似乎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就给自己购买了一张道德上的赎罪券，也许还自觉道德高尚，良心未泯。可实际上，群聊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恶魔，都是罪犯。他们藏匿在人群中，也许就在你我身边，是某个女孩的男友，是某个孩子的父亲。每思及此，都令人脊背发凉。如今事实调查未明，我们能做的不多。如果你已为人父母，或者身边有未成年人，那一定时刻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关注他们收到的陌生包裹和拿着手机独处的时间。作为普通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对事件的关注，保持谴责，转发给更多的家长，让更多的人保持警惕。希望法律不放过每一个恶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安定的、不被破坏的童年。最后，本频道对家长们一些建议：一、建立沟通机制，定期与孩子交流，了解他们的网络活动和社交圈，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向父母寻求帮助。二、教育网络安全，讲解网络上的风险，如恶意软件、虚假信息和隐私保护，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三、使用家长控制工具，利用家长控制软件和设置来监控和限制孩子的网络使用，保护他们免受不良信息的影响。四、关注心理健康，留意孩子的情绪变化，如焦虑或抑郁，及时提供心理支持或寻求专业帮助。五、鼓励正向使用网络，引导孩子使用互联网进行积极的活动，如学习和兴趣爱好，
避免过度沉迷于社交媒体。6、建立支持网络，与学校和社区合作，参加有关网络安全和青少年保护的活动，增强整体防护意识和资源。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